大家好。今天出来骑行有点晚了，因为昨天我去了比较远的地方，骑了一大圈回来。今天打算就在村里随意的骑行一下。虽然已经是冬天刚过了冬至，但是村内的一些树木呢，有些还开着花，所以让人感觉还是有一些温暖的成分。确实也是，稍微多穿一两件衣服呢，并不感到冷。转眼呢，就来到了祈福学校的边上了。这是我的右侧围墙里面，看到很多小朋友们都在进行运动，应该上体育课。很多人在网上呢评论祈福新村呢，要不就是养老，要不呢就是小孩受教育。养老呢，是因为背靠着祈福大的医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医疗的设施。小孩的教育呢，就是因为这边有10多个小学、中学选择比较多。
其上了一个大坡，就接近半山区了。这是半山社区的一个小湖，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可能是。这段路我已经好久没有走过了，因为这个不平的马路震得比较厉害，但是今天我还是勉强走一趟吧。真是上一条贼路啊，但是只能向前了。
这条叫明雅街，终于颠簸着走了下来。哦，别把我的相机给带下来。右侧呢，就是半山汽车下山的道路了。我眼前的呢，就是消防队。右侧是集会新村的一个像党群服务中心啊。右侧是3号线村巴的终点站，这边又搞了一个智能洗车车海洋的分店了。右侧呢，这片地方是新开辟出来的一个停车场啊。看了一看，一个月如果包月的话呢，是400块人民币。这个右侧这片房子造好了已经有段时间了，不知道是什么用途，都是锁着门。现在呢，我骑行在这条怡湖街啊，边上左侧这些高楼呢，统称为怡湖居。
祈福新村像一个公园，树木比较多，所以经常需要修剪这些树枝，否则呢，有些垂下来，有些呢折断啊，被风吹的，容易造成一些事故。右侧的一个幼儿园，祈福的幼儿园呢，应该都是这个村啊直接经营的。你手机用的最厉害。现在我绕到湖边来骑行。这个地方呢是祈福新村的钓鱼潭啊，
一座小桥连到一个湖心岛上，但现在啊，这个门一直都关着的，里边应该是有类似孔雀一样东西养在里面，可惜我们进不去。好吧，那我们就在这个湖边随意的转转吧。天凉了，一点都没有减少大家这种出来打牌游玩的热情啊。一个人管他怕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湖里头一对黑天鹅成双成对了，看得更清楚一些，这里看得更清楚一些。2个是啊。这个湖围着走一圈呢，就1300多米啊。
刚刚呢，我就是从对面半山附近骑过来的，现在呢，我在原路骑回去。在村里呢，真的可以很随意的骑行啊。我突然又想到，昨天我去平山村那边骑行，一不小心呢就骑到了顺德碧桂园里面去。顺德碧桂园很大啊，中间还横跨马路，架了一座行车的桥梁。我在这个桥上呢也骑过这个桥，从平山村的这一侧骑到那一侧，跟祈福新村有一点点像，基本上就是自成一体，里边呢也有一些商业街道，包括一些学校什么之类的。基本上来讲，这些屋村里面的村民呢，就可以在那边生活，也不用走到村外都没问题。我知道在番禺或者接近番禺的顺德地区呢，就有很多这样的屋苑或者叫屋村，还是非常能够满足郊区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因为可能本身很多人呢，就是住在这边的村民，然后失去田地以后，自己做一些生意或者找一份工作，政府呢也给他们补贴一些就他们还是愿意在这种大的屋村里面生活。现在呢，我在祈福大道上骑行。这条大道呢，是我们祈福新村应该是南北向的最为开阔的一条马路了。就以前有传说呢，是要划为这个市政路，也就是说跟番禺区的其他马路连通。那这条马路的两边的房子呢，就要用一些栅栏或者砌个围墙把它砌起来。那中间呢，可能就要架一些便桥来方便大家两边走动当然这个是大家难以接受的。经过10多年这种争执，最后也没有成为现实。现在呢，依然是祈福新村里面的一条大道。作为村民来讲呢，我们希望还是要尊重以前的规划，不要随随便便的把以前划入到一个屋村的这些道路呢，变成市政路，那对这个屋村的环境肯定是有破坏，而且呢，也会增添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并且呢，让大家变得不方便现在呢，我要找一条路骑出村去，我要去打印几张纸现在家里不需要有打印机了，或者说家里打印机已经好久没用了，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工作了。现在打印呢，都是就到小店去打印一下就好。其实这个马路边上好像也有自动打印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怎么使用。
你看啊，这边就是可以打印的，微信扫码打印，不妨来试试看吧。我在这个机器面前啊，琢磨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而且还有一些你的个人信息啊会被别人看到这样的担心。我想我还是去到打印店去打印我要打印的文档吧。好，我到前面的一家电脑店去打印几份文件啊。一共打印了4张纸啊，1块钱1张。就这种少量的就到这种商业界的打印店的打印，我觉得是最为经济，也是非常快捷的啊。好，现在呢就准备回家去了。像这样的一个屋村啊，真的10几20万人住在这里，跟一个小城市也没什么太大区别。这个屋村里面啊，各种各样的服务设施，各种老百姓需要的商店，你都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找到你的所需。所以在这样的屋村里面呢，基本上如果你不需要出外做工，或者说你家里有人需要工作啊，但是大部分的家庭成员呢，只是在这边生活，孩子上学，老年人退休等等的，那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需要去菜市场采购比较重的东西，那就开车。但如果只是到一些像我刚刚那样去个打印店，或者是去药房买个药什么的，骑个单车就去了。当然走路也不会很远，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大都乌村。好了，今天呢骑行加上去办一些小事就在这个小事里面就完成了。现在我们回家去，已经时近黄昏了，休息一下呢，就要享用晚餐。快到下班时间了，可以看到回村的车渐渐多了起来。好，我马上就到家了啊！是在村里随意的骑行转转，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大家都应该回家去享受闲适的时光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